龙若雨也跟着骂了龙庭几句，他们谁也想不到龙庭会先他们一步回到 H 市。爷爷，我们现在真的很被动。龙老头说道。爷爷知道他们是很被动，龙庭比他想象中还要精明，越来越深不可测。打交道多年，以为自己对龙庭很了解了，到了今天才知道龙庭就是深潭，他们掉进去分分钟就会没命。烦死了，龙若雨抱怨了一句。龙老头不理他，靠着车椅背闭目养神，其实是在想怎么扭转局面，不能一直这么被动呀。此时的龙家老宅的大厅里，龙老太太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，而龙庭独自坐在双人沙发上。初九以及他的那几名贴身保镖站在他的身后，还有几位族里的老人家也坐着，其他人则是站着，将大厅挤得满满当当的。不仅仅是大厅，屋外面只要有空地方都站满了人，全都是 H 氏龙氏家族的族人，个个都在低头接耳地讨论的是龙庭身份的真假。也有很多人心里是盼着龙庭真是他们龙家的家主，龙腾集团的成功他们有目共睹。龙庭要是成了家主，他刚上位肯定要公平的。他们这些被龙英明龙拓父子俩打压了30年的，就有出头之日了。那些不将龙拓父子俩放在眼里的老一辈精英，以及新一辈的精英们也都来了。他们一个个穿着黑色的西装，高大冷峻，眼神如电，一看就知道不简单。老一辈的是跟龙英明差不多的年纪，他们全都跟过上任家主，上任家主死后，家主之位空缺，龙英明这个代理家主没有家主身份信物，无法用到他们。虽说没有家主了，但他们依旧各司其职，该干嘛就干嘛，也不用看龙英明的脸色。龙英明反而想哄他们服务于他，被他们拒绝了。他们在龙家是特殊的存在，只认信物不认人，没有信物，就算是家主在世也无法指使他们做事。而他们年纪大了之后，就会提前挑选好接班人，送到基地培训好，回来后就接过他们的职位，继续在各个位置上发光发热，维护着整个龙氏家族的核心产业。当然了，他们也都姓龙，也是龙氏家族的人，不过他们平时不会与其他族人来往。他们忠于家族，忠于家主，前提是家主拥有信物、印章以及图腾，若没有那几样东西，对不起家主的命令，他们无法执行。他们也在大厅里冷眼看着屋里的一切。龙庭已经被他们打量了无数次，看着独坐于长沙发上的龙庭，年轻俊美又气势逼人，气场特别大。他身后的那几名贴身保镖更是烘托的他如同帝皇一般，他比他爸活着时的气场都要大。也不知道这30年来他在哪里成长，在哪里成才的，真是程玲玲调教出来的徒弟吗？不，龙庭那气质是天生的，若没有30年前的那场惨剧，龙庭就是天之骄子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。虽说未必能接管家主之位，但他是家主的幼子，不管是谁上位都不会亏待龙庭。如今龙庭成了家主唯一的血脉了，若他真能拿出代表家主身份的几样东西，那他就是龙家新一任的家主。缺了30年的家主终于有人坐上去了。龙庭信物章你都有，但图腾呢？没有看到图腾，我们都不会认你的。龙老太开口了，你和我们那死去几十年的家主是长得很像，但也有人一点血脉关系都没有，也能长得很像的。你能证明你就是家主的儿子？龙庭沉声说道，我若是没有那几样东西，也不敢坐在这里，更没有能力把族里所有人都叫到这里来，还想拿血缘关系来说事，不就是欺负他的亲人都死绝了吗？龙家的规矩他清楚得很，龙老太想拿他的血缘来说事行不通。龙老太环视一遍在大厅里的人群，最后回到龙庭那张俊美的脸上。龙庭神色平静，不慌不忙的，明显是做好了万全之策。他知道亲子鉴定这件事无法拿捏龙庭，但还是忍不住说道，既然你说东西齐全，那你拿出图腾给我们看一看，图腾才是重中之重。反正历代家主都将图腾保护得很好，每任家主都是在接管龙氏的一切时才会拿出来给大家瞧瞧，证明他是合法接班的，之后就再也见不到图腾。要不是上了年纪的人都不知道图腾长什么样。龙老太也是刚嫁入龙家不久，
上任家主接班，他有幸看到过一次图腾，虽说才见过一次，但图腾的样子早就烙入了他的脑海里，他这辈子都忘不了。龙英明成为代理家主之后，知道图腾其实是一幅藏宝图，若是能拿到图腾，就算不当家主他们也发了。只要找到龙家列祖列宗藏起来的那些宝贝，再将宝贝变卖，他们就算脱离了龙氏本家，也能过上好日子，说不定比龙家本家的日子还要好呢。龙庭似笑非笑的，你那么着急做什么？说了东西我都不缺，从我1岁多开始，那几样东西就在我身上了。这30年来我保管得好好的，印章信物我都给大家看过了，是真货吧？没有造假吧？他又轻拍一下自己那张脸，祠堂里有历代家主和家主夫人的画像，我这张脸跟我爸爸长得像吧？跟我妈也有几分相似，就是龙英明都说很像。长得像家主代表身份的几样东西都在我身上，说明了什么？图腾嘛，总要等龙英明、龙拓父子俩回来了，才能给大家看看我知道龙家家主接管一切的时候，需要所有族人都在场的，免得有人不知道谁是家主，少一个人都不行。现在咱们族里的代理人还没有回来，我岂能匆匆接班？龙老太无话可说，只能讪讪的闭嘴，心里却是恨极了龙庭。最恨的还是当年带走龙庭的那2个保镖以及保姆，要不是他们带走了龙庭，龙庭早就跟随父母一起下黄泉了。他们找了30年，有过线索也有目标，却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他们要找的人。龙庭的运气也太好了，所有家人都死了，他却活着，还被当时还是君家大少奶奶的穆晴捡到。望城离 A 市几千公里远，原本穆晴是不会去那里的，偏偏他身世曝光后，竟然是望城蓝家的千金。他认祖归宗，不就去了望城，然后就捡到了龙庭。这是老天爷的安排，还是龙家历代家主的庇佑，让他们这些旁支旁系，就算成了气候也会功亏一篑。大家没有等多久，龙英明父子俩便回到了老宅。看到老宅到处都是人，天气那么热，他们也没有离开，更没有不耐，反而个个脸上都有着兴奋，也有些心事重重的。心事重重的是祖父辈跟着龙英明一起混的，他们或许已经知道祖父辈干过的事，或许不知道。不管知不知道，他们是龙英明父子俩这条船上的。有了真正的家主后，龙拓这个代理家主就没有了，龙拓就会成为普通的族人，除非龙庭留龙拓在龙氏集团上班，不过估计不可能，早晚都会将龙拓的职位一撸到底。龙庭还没有以真面目示人之前，就和龙拓斗得你死我活。如今龙庭明显是胜利的那一方，他怎么可能还会容许龙拓留在龙氏集团？他们是跟着龙拓父子的，这对父子俩没有了权之后，还能带给他们好处？只怕他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，不就心事重重？内心里是不希望有真正的家主，或者希望龙拓能成为真正的家主。龙拓的脸色黑得像炭，龙英明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父子俩在代理家主的位置上做了那么多年，还没有召集过全族的人到老宅的呢，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能力，龙庭却能。龙庭甚至还没有接管家主之位呢。车子稳稳地停在了中心主院的大门口，管家在门口恭候多时，龙英明被龙若雨扶下车道。龙若雨第一次面对这么大阵仗，第一次看到真正家主的权力。老先生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管家匆匆走下台阶，走到刚下车的龙英明面前，伸手扶住龙英明的另一边手。他的称呼不再是老家主，而是改为老先生。龙若雨当即就板起了脸，训斥着管家，怎么说话的？不会称呼了吗？他还没有当上家主呢，现在我爸还是家主，我爷爷还是老家主。管家陪着笑脸纠正龙若雨的话，若雨小姐那是代理家主，老先生退休了，早就不是代理家主。龙若雨气得脸都红了，他还想说什么，被爷爷制止了。人都齐了吧？都齐了，就差老先生你们了。龙英明步上台阶后再转身环视一遍，视线能看到的地方都站满了族人。阿拓，若雨，我们进去吧。龙英明转身往里走时，感觉他的腰都站不直了，佝偻着背，脚步有点蹒跚，跟平时那个还是中气十足的老人判若两人。
说他心里不虚不慌那是假的，他是龙庭的杀父母仇人呀，龙庭的所有家人都是被他害死的，就连龙庭的舅家也被害死得干干净净的，他父系母系的亲人一个不剩。从保姆带着龙庭逃出去之时，龙庭就成了孤儿。屋里面的人在龙英明父子俩进来时并没有什么动作，坐着的还坐着，站着的也没有向父子俩点头问好，就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他们祖孙3代人缓缓而入。